市里要修快速路，经过我们村，可惜只征邻居一家的地，我家不在征收范围内。谁知邻居坐地起价，开出天价补偿，当起了钉子户。我好心劝他见好就收，却被反骂我眼红他家的泼天富贵。面对死不松口的邻居，拆迁办转头问我：你家愿意拆吗？告诉你，不答应我的条件，这事就没得谈。地是我的，房是我的，这地上的土也是我的，这些都是我的私有财产。你们敢碰一下，信不信老子让你们倾家荡产赔我？中午刚才吃完饭，就听到外边叮叮当当闹个不停。不用想，又是邻居吴来财跟征地办的人吵起来了。我披上衣服往外走，一出院子就看到其他几户邻居都出来了，互相点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大家站在自家门口看起了热闹。吴来财手握铁锹，身后站着他老婆和2个女儿2个女婿，还有1个儿子1个儿媳，一家人全都上阵了，个个手里不是握着农具就是拎着脸盆，搞得像对峙一样。老乡，你把东西放下，有问题咱们可以谈，用不着剑拔弩张的。征地办那位戴着眼镜的刘主任冲吴来才好声好气地说道：市里修路要拆迁，不过只拆1户。吴来才家成了幸运儿，马上就要变成拆迁户了，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，可把我们这些邻居羡慕坏了，感叹自己没那么好的运气。为了修路征地的事，刘主任已经来找吴来才谈过10几次，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都认识他了。谁是老乡？你管谁叫老乡呢？我有名有姓，跟你很熟吗？说话客气点。吴来才把铁锹往地上一杵，梗着脖子吼道。刘主任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几步。吴先生，吴老哥，你先别激动，你看这么多邻居看着，影响多不好。我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咱们心平气和的谈谈好吗？刘主任颇为无奈地看了我们一眼，又挤出笑脸对吴来才说道：还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家的条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要么你就答应，要么你再来100回也没用。你要做不了主，就去找你们领导，谁能做得了主，谁来跟我谈。我不跟无关紧要的闲杂人等废话。吴来才拄着铁锹，还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。吴老哥，这一片就是我负责的，按理说大事小情我都能做主，可你提出的要求，别说是我了，再大的领导来了也不可能同意。刘主任苦笑着解释：不能同意，你还跟我废什么话？消遣我来了？信不信我投诉你调戏百姓？吴来才一口痰吐到刘主任脚下，骂骂咧咧地说道：吴来才，你爹让你上学，你偏要摸鱼，听听你说的话，一点文化都没有。调戏那是用在妇女身上的，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好调戏的？这话得你媳妇说才行。隔壁李二牛咧着大嘴起哄：放你娘的狗屁李二牛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信不信老娘骑你脸上撒泡尿给你洗洗嘴？吴来才的老婆尤喜梅指着李二牛的鼻子骂道。李二牛赶紧把脸转向一边，这个彪悍的老娘们他可惹不起。征地补偿标准是国家定的，不是我个人定的。吴老哥，我来找你是为了工作，也是上级交给我的任务，路肯定要修，谁也挡不住。你拿补偿我完成工作，咱们大家都方便。再这么闹下去，对谁都不好，你说是不是？刘主任还在苦口婆心地讲道理，这话说的没毛病。修路征地拆迁那是政府的决定，只要补偿到位，老百姓就应该配合，打着要补偿的旗号坐地起价，阻碍施工，闹到最后谁也捞不着好处。可在吴来才一家听来，这话就是另一层意思了。对谁不好啊？你吓唬我呢？我家的房子我不答应，谁敢拆？尤喜梅直接就奔着刘主任去了。他身高1.5米，体重200多，动起来跟地雷似的，扭啊扭的，挺着胸脯往前顶。大姐，你别激动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眼瞅着尤喜梅都快贴到自己身上了，刘主任本能地推了他一下，这一推可就捅了马蜂窝。来人啊，强拆了，耍流氓了，政府欺负老百姓了，我没脸活了。尤喜梅往地上一坐，拍着大腿开始撒泼。吴来才一家子也跟着干嚎起来，那架势好像刘主任真的把他们怎么样的似的。我没，你们别。刘主任哪见识过这种操作，当时就吓得连连后退，话都说不利索了。这一家子，我叹了口气，无语摇头。我家这院子500万，3间屋子，每间100万，还有我和我媳妇，我2个女儿1个儿子，每家300万，再加一套150平的房子，1辆50万的汽车，院外那片地1000万。吴来才又在跟刘主任重复他的补偿要求了，我都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说了，反正我都能背下来了。吴老哥，你这太过分了，狮子大开口也没有这样的，你这要求我们不可能答应的。刘主任一脸无语，却也只能强打着精神说道：答应不了就别来啊，什么时候能答应了再来。吴来才撇撇嘴，不屑地说道：吴来才，差不多就行了，这么个小破院，给你一套房，还给200万，那块地还给你50万，够不错了。要不是修路，这好事你做梦都梦不到。我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，一是实在见不得刘主任每次来找吴来才谈拆迁，
就被他训得像个孙子一样。二是我巴不得这一家子赶紧搬走，住在身边闹腾，看在眼里闹心。胡德旺，你他妈算老几啊？轮得着你说话吗？我家拆不拆，赔多少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就显得你长了张嘴是吧？有能耐，你把这钱出了。吴来才转脸看向我，直接开骂。跟我没关系，可我劝你做人别太贪，见好就收吧，小心最后鸡飞蛋打。我握紧了拳头，有心把他满嘴牙都敲下来，但还是忍住了。用得着你装好心？我家的院子值多少钱我心里有数，操你自己的心得了。吴来才根本听不进去我的话，张口就对我：你他妈啊！我忍无可忍，整箱跟他说道，李二牛跑过来把我拉住了。德旺，走，去我家喝2口，咱是人，不跟狗一般见识。李二牛拉着我去他家，眼不见心不烦，我也顺皮下驴跟李二牛喝酒去了。后来怎么回事我不知道，听其他邻居说刘主任是被气走的。提到吴来才一家，村里谁不摇头？尤其是我们这几户跟他家挨得比较近的邻居，更是深受其害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帮祸害无赖凑成了一家人。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，算上我家在内，有6户人家住在村子边上，都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了。我们这6家跟村里隔着一片农田，就像是个单独的小村落一样。吴来才家在最边上，紧挨着村路，乡里乡亲的，大家相互照应着过日子也挺好，远亲不如近邻嘛。可偏偏就出了吴来才这一家异类。村路是直通到村里的，村里其他村民回家沿着村路往里走就进了村。可我们不行，吴来才家是第1户，我们要想回家就必须得从他家门口经过。村路是乡政府修的柏油路，可村里各家各户门口的路乡政府不管，得自己修。以前都是土路，每到下雨就泥泞不堪，尤其是夏秋2季，一场雨下几天，出趟门就跟进了沼泽地一样，走路必扛麻袋还费劲。大前年李二牛的老娘下雨天出门，结果把腿给摔断了。这次摔的是李二牛的老娘，下次万一是自己呢？我们几家一合计，就动了修路的念头。其实农村修路并不复杂，把地夯实了，撒上一层沙石煤渣，再铺上水泥就行。从我们6家门口铺上一条能连上村路的水泥路，也就100米左右长，按3米宽算，人工我们自己出，就水泥沙石需要花钱，摊到每家头上也就5000块钱。都商量好决定动工了，吴来才反悔了，理由是他家离村路最近，这路修不修对他家影响都不大，就算下雨路泥，大不了垫几块砖就行。出钱修路，他不答应。本来都说好的事，结果他来这么一出，我们是又气又无奈。可没办法，总不能逼着吴来才出钱吧。我们几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这路该修还得修，不过不用修到吴来才家，反正他家也没出钱。路很快修好了，3米宽平平整整的水泥路。可还没等我们高兴2天，问题就来了。我家院墙外靠近吴来才家的路牙子碎了，起初还以为是被车压的，可连续几天都是这样，这里碎一地点，那里碎一点。我们起了疑心，各家轮流盯梢，发现是吴来才半夜不睡觉，拎着锤头砸坏的。这气不气人？我们找吴来才理论，他反倒是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，说什么水泥路面比土路高，害得他崴了脚。其实哪是嫌崴脚，他进出又不从我们这边过，分明就是演气我们修路没修他家门口那段，故意搞破坏呢。我们几家跟吴来才家大吵了一架，差点没动手打起来，连警察都惊动了。最后还是村长出面，逼着吴来才保证以后不再故意搞破坏，不然就扣他家的补贴补助。一涉及到钱，吴来才的命脉被拿捏住了，只能乖乖答应。可不搞破坏，不代表他就没有别的手段了。垃圾刷锅谁使尿碎柴火破砖头，吴来才家什么破烂都往路上扔，搞得乱七八糟污秽不堪，苍蝇虫子满天飞，恶臭扑鼻，走路都得提起12分精神，一不小心就会踩到什么脏东西。吴来才是故意的，可我们偏偏拿他没办法，谁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什么都不干，专门去盯着他。没有证据，说了他也不认。俗话说，愣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不要命的怕什么？怕不要脸的。吴来才一家就是典型的不要脸，靠着这种手段，最终逼得我们这些邻居只能无奈向他妥协，以修复路面的借口，把他家门口那段路也铺上了。当然，吴来才家是1分钱也没有出的，我们5家每家出了1000。路修好了，吴来才一家也满意了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再也没有出现。可这不代表他们改邪归正了，这家人在作妖的道路上就没停过。我们几家的孩子都在城里打拼，生活还算过得去，一个个都买了小汽车，每到周末都会回村里探望我们。3米宽的水泥路足够小车进出了，可吴来才在自家院门口修起了绝户坡。正常人家为了方便进出，也会在院门口修个台阶，修个斜坡，可都是有限度的。台阶不超过3阶，斜坡不超过50公分，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方便自己。
吴来才家怎么做的？路面与门槛落差不到20公分的门口，硬是修了一道2米长的台阶，死高的，足有半米多。进院门先上台阶，进院子还得再下台阶。他是闲的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不是，他就是嫉妒。吴来才家的3个孩子没一个有出息的，别说汽车，连电瓶车都买不起。整天看着我们几家的孩子开车进出，他心里嫉妒啊。于是就想出这么个法子来，把台阶修在路上，车就开不进来了，只能停在外边的村路上。为此我们也找吴来才理论过，人家也有理由。他家门口的路，他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，别说修台阶，就算挖鱼塘我们也管不着。碰见这种无赖还有处说理吗？这年头地痞流氓不可怕，找警察就好使，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接受教育。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吴来才这种无赖，说他欺负人吧，他也没打你，顶多就是骂你几句；说他不欺负人吧，他时时刻刻都想法子折腾人，而且不光占便宜，只要能让你不痛快的事他就能做。偏偏这种人还没办法拿法律约束他，报警吧，警察也不能抓他，来了顶多批评2句，等警察一走依旧我行我素。讲道理人家根本不听，处处用言语刺激挑衅，敢碰他一下立马就躺地上，不管伤没伤到，肯定得去医院从头发丝到脚后跟检查一遍。除了尽可能的祸害我们，吴来才有喜没2口子也是想尽了办法占我们的便宜。院里放点东西，稍不留神就没，别管是一块肉还是一头蒜，以至于我们平时都得把院门关上，哪怕是鸡窝狗窝都得上把锁。借油借醋借面借米，连颜面都借，不借就站在院里赖着，借了也从来不还。除了占便宜，这2口子心里也不正常，隔3差5喜欢蹲在别人家墙根地下，听听有没有人说他们坏话。说他们一句，吴来才撸袖子瞪眼，有喜没坐地撒泼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计其数。这些年我们这几家跟吴来才当邻居，算是倒了血霉了。如今有拆迁这个机会，既然轮不到我们，就盼着他赶紧滚蛋，我们跟前也能少个祸害。这天我和李二牛几个正坐在路边闲聊，吴来才看到后就主动凑了过来，想听听我们有没有说他坏话。我们也没搭理他，自己说自己的。吴来才也不觉得尴尬，舔着脸就坐着。正聊着，刘主任带着他的助手小王来了。我们几个对视了一眼，知道又是来找吴来才谈拆迁的事的。又来了，这次你们领导考虑好了吗？告诉你，我可没有那么多耐心陪你们耗着，再拖下去你们可要赔偿我的时间损失。看到刘主任，吴来才立马牛气上了，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。吴老哥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补偿方案能接受吗？同不同意在拆迁协议上签字？刘主任并没有像以往那样看到吴来才就赔上笑脸，而是表情严肃直截了当地问道。我很意外地看着刘主任，这气势和态度，感觉今天像是换了个人一样。啥意思？这是换套路了？想跟我玩硬的？告诉你，这招没用，不答应我的条件，一切免谈，补偿方案我不接受，字我也不会签，你们的路也别想修。吴来才怔了怔，似乎还不太适应刘主任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，随后有些恼火地说道：好，你的态度我已经明白了，刚才他说的话都录下来了吗？刘主任点点头，询问小王。主任，都录下来了。小王回答道。我这才注意到他手上还拿着一台小型 DV 机，我隐约感觉到这是有些奇怪，可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就被刘主任接下来的话惊呆了。胡德旺，你愿意响应政府推进城市交通，修建快速路，出让自家的宅基地和耕地吗？刘主任叫了声我的名字，一本正经地说道。啥意思？我愣了足有10几秒，这才用颤抖的声音问道。出让自家的宅基地和耕地，我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，可我不敢相信。就是拆迁你家，以及征用你家的耕地用来修路。刘主任又补充了一句。拆我家？我的心跳陡然加速，这回终于相信了。不光你家，还有李二牛家、孙有明家、常宝坤家、刘胜旺家，你们这一片除了吴来才家，全部都在新规划的拆迁方案中，补偿方案还是之前的标准。刘主任摆摆手向我们解释。拆我家？我家也成拆迁户了？李二牛使劲掏了掏耳朵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不是做梦，我没做梦。孙有明拍了自己一巴掌，拉着常宝坤一个劲的摇。至于刘胜旺，大张着嘴巴已经说不出话来了。大家都被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拍懵了。也不用现在就做决定，给你们3天的时间跟家里人商量商量。3天以后我再来村里，如果你们没意见，咱们就正式签协议。见我们光顾着高兴都不说话了，刘主任笑了笑说道。不用商量，今天就能签，现在就签字。我瞥见还在发愣的吴来才，浑身一激灵，几乎是吼出了这句话。德旺，你咋了？吓我一跳。刘主任不是说让咱们商量商量再做决定吗？有3天的时间呢。
离我最近的李二牛拉着我的胳膊，小声说道：“你懂个屁！”我白了他一眼，赶紧走到刘主任面前。刘主任，这事不用考虑了，我们家我就能做主。你要是方便，咱们现在就签协议。走走走，先去我家坐坐，喝杯茶。我拉着刘主任的胳膊就朝我家走。李二牛他们几个愣了愣，赶紧跟上来。等我让媳妇摆好酒菜招待刘主任的时候，李二牛已经带着孙有明他们都在院子里。你怎么跟做贼似的？有事进去说不就行了？让人家刘主任还以为咱有啥见不得人的秘密。我瞪了李二牛一眼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我那不是怕说错话吗？”李二牛委屈的解释：“德旺，你也没说清楚，这怎么的就忽然就要签协议了？”常宝坤抓着后脑勺不解的问道：“我媳妇去乡里赶集了，这事总得跟她商量一下吧？”刘胜旺也跟着来了一句：“我就问你们，想不想拆迁？”我看着这4个大眼瞪小眼的大男人，有些恨铁不成钢的问道：“废话，当然想了。当初知道吴来财家要拆，我都快羡慕死了。只恨我爷爷当年选宅基地的时候，没选吴来财家那一块。”孙有明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那不就得了？机会现在来了，还不抓紧？”我垂着手心着急地说道：“那刘主任不是说给咱们3天时间吗？3天以后他再来村里找咱们签字。”李二牛眨巴着眼睛，还没明白我的意思。这几个家伙跟我打扑克下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精，怎么到正经事上就傻了？你们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3天以后，谁知道3天以后是什么情况？刘主任为啥突然要拆咱们的房子？还不是吴来财贪心不足，要的赔偿太高吗？现在不拆他家，改拆咱们几家，等3天以后，万一他反应过来，答应刘主任的条件怎么办？到那时没准又不拆咱们几家了。趁着现在赶紧把协议签了，有凭有据，这事才能算真正落实了。到时候吴来财就算想反悔也晚了。你们要不想拆就等3天，反正我今天肯定要签字的。我怕屋里的刘主任听见，压低了声音在他们耳边说道：“也是，万一吴来财反悔，那咱们可就白高兴了。算了，不等我媳妇了，我也签。”刘胜旺恍然大悟，点点头：“对对对，就趁这个机会把字签了，省得煮熟的鸭子飞了。”其他几人也连忙附和：“德旺，你说咱们要不要也跟刘主任商量商量，多要点赔偿款？”都同意今天签字后，常宝坤犹豫了一下，又说道：“宝坤，你想学吴来财啊？我早就说过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心没有好下场。修路是政府的事，政府可能像个人妥协吗？谁都想多要点，可也得能要来才行。要是真能抬价，刘主任至于跟吴来财耗这么久？反正我把话说在前边，宝坤，你要是想坐地起价，我不拦着，但你别拖上我。知足吧，就咱们这一个小院几间破房，放到平时都没人愿意看一眼。现在有这么个机会，能搬进城里住楼房，还能拿几百万，要啥自行车？”我脸色一沉，瞪了常宝坤一眼，没好气的说道：“是我嘴欠了，就当我没说过。”常宝坤拍拍自己的嘴，也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些天真了。老婆买回酒肉，我又杀了只鸡，很快一桌酒菜端上了桌。刘主任，你说要拆我们几家修路，这事不会是你跟吴来才说的气话吧？吃饭的时候，我不放心的又问了一句：“胡老哥，要是不拆你们家，是不是心疼这顿饭了？”刘主任开着玩笑说道：“没有没有，拆不拆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，就是觉得这事像做梦一样。”我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后脑勺：“不是气话，你也看见了，为了拆迁的事，这1个多月我跑了多少趟，真是好话说尽，就差没跪下来求那一家子了。可那家人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咬死不松口。他也不想想这路是政府要修的，多少部门参与其中，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吗？说句难听的，今天我答应他家的条件，明天我的帽子就得被摘掉。耽搁了这么久，工期已经延误了，再拖下去损失更重。规划部门已经做好了备用方案，如果吴来财家还是不答应，那就从你们几家这边绕过去，多出来的地方正好修一个环形路口，方便你们村的人进出快速路。我今天是带着上级指示来的，吴来财家要是还不同意，那就启动备用方案。刘主任跟我解释了一下其中的内幕。以前我以为当官的都是人前威风人后享受，看来你也不容易啊。看着语气中颇有些无奈的刘主任，我不禁感慨道：“这世上有几个容易的，不说这些了。”刘主任叹了口气，端起酒杯干了。胡老哥，在外边你说今天就能签字，这事是真的吗？一杯酒下肚，刘主任抹抹嘴，看着我问道：“看来他也挺着急的。”当然，那几家我都说好了，吃完饭就能签字，补偿就按你之前说的来，我们不多要一分。我心中暗喜，一本正经的点头保证。你是不知道，为了吴来财家拆迁这点事，这个月我没少被批评。上级说我完不成工作，吴来财又堵着不让我完成工作，我是老鼠进蜂箱，两头受气啊。胡老哥，多谢你支持我的工作，借你家的酒我敬你一杯。
刘主任冲我拱拱手，言语间竟有些委屈。刘主任，你真用不着谢我，又不是白拆我们的，国家给补偿，我们肯定得配合。就像你说的，你是为了工作，可我们也得了实惠，哪还能再使绊子？也就是遇上拆迁这个机会，要搁在平时，就算卖房卖地也卖不了这些钱，还不一定有人买。我诚心实意地说道。这人跟人还真是不一样啊。看看吴来才，再看看你们，明明都是住在一起的邻居，这做人的差别也太大了。这些年我干征地工作，也遇到过不少钉子户，想多要点补偿款能理解，可像吴来才家这么蛮不讲理，还狮子大开口的，还是头一回。我真是想不通他到底哪来的底气，真以为国家的钱能由着他的性子要。市政修路本来就是民生工程，他为了一己私利坐地起价，说严重点，这都是犯罪了。听了我的话，刘主任又忍不住吐槽起吴来才一家了。吴来才这家人确实不太好相处，我们这些邻居也是。算了，背后嚼舌根的话我就不说了。从小我爹就教育我，做人要知足，不能贪心。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是有，可也不能想着一个人就把馅饼全占了。我苦笑了一声，回想起这些年和吴来才一家的点点滴滴，只能说老天还是公平的。胡老哥，喝2杯意思到了就行了，可不能喝多了。今天把你们这事办了，我的工作也算是完成了，晚上总算能睡个舒坦觉了。你是不知道这段时间给我愁的。见我又拿起酒瓶倒酒，刘主任连忙拦住我。吃完饭，刘主任把拆迁协议拿出来给我，我让老婆赶紧去把李二牛他们叫来。说实话，这些条条款款的内容我也看不太懂，不过我相信国家不会坑我们，大致看了一遍就拿起笔签字按手印。李二牛他们几个也是一样，见我签了字，也都毫不犹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之后刘主任又问起了搬迁时间的事，他的意思是因为吴来才一家导致工期延误，得抓紧时间把工期赶上，希望我们能尽快搬走，这样才能开始拆迁。我稍加思考，告诉刘主任最多3天我们就能搬走，这让刘主任喜出望外，他给我们的期限是10天。高兴之余，刘主任当场向我们承诺，如果能在3天内把房子腾出来，每家额外奖励10万。起初我还觉得这钱拿着不踏实，毕竟补偿协议上可没说这10万块的事。还是刘主任给我们解释了一下拆迁政策，对响应政府号召主动签字配合拆迁的住户，政府都会给予一定的奖励，也算是好人有好报了。协议签完了，搬迁时间确定了，接收补偿款的账户也核对无误，置换房早就安排好了，就在市里，到时候拿着证明去房管局和公证处直接办手续就行。被吴来才家折腾了1个多月毫无进展的修路拆迁工程，在几个小时内峰回路转得到了解决。看着手里的协议书，我们几家每个人的表情都是一样的，呲着大牙笑。有说有笑送刘主任出了门，眼前的场景吓了我一跳。吴来才家门口人头攒挤，跟他家沾亲带故的人全都来了，一帮人堵在路上，脸色不善的朝我们这边看。这狗东西该不会想闹事吧？李二牛有些紧张的问道。难说，这家人啥事都能干得出来。我的表情也严肃下来。吴来才一家搞出这阵仗，肯定是又要作妖了。刘主任，要不你们先回院里，我去跟他说。我担心吴来才闹出什么乱子，就想先把刘主任他们保护好。不用，光天化日朗朗乾坤，我就不信他们还敢吃人不成。刘主任脸色一沉，挺胸向前走去。见状我们赶紧追了上去，李二牛还从我家院里把铁锹拿了出来，统共不到20米的距离，几步就来到了吴来才家门口。姓刘的，你说不拆我家拆他们家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话说清楚了。吴来才站在路中间，气势汹汹地看着刘主任。听不懂吗？你家不拆了，修路要从你家绕过去，你就守着你家的宝贝院子吧。刘主任冷笑一声回怼道。吴来才家跟拆迁没关系了，刘主任跟他们也就没了牵扯，自然不需要陪着笑脸哄他们。这个时候也用不着客气了，更何况这家人让刘主任受了多少窝囊气。说要拆我家的是你，现在说不拆的也是你，你折腾我们玩呢？告诉你姓刘的，之前你都说过了，要拆我家，那就必须得拆，由不得你改主意，而且必须按照我家的要求补偿，不然这路就别想修。吴来才直接放起了狠话。之前要拆你家，你不同意，现在你想拆，我们还不愿意了。把你的无赖嘴脸收起来，你以为你是谁？这路能不能修不是你说了算的，说话之前先过过脑子，真拿自己当个人物了？刘主任直接贴脸嘲讽。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吴来才还没有适应刘主任前后转变的态度，气得哆嗦起来。我就这么说了，你怎么的？刘主任一点也不惯着他，向前迈了一步，距离吴来才不到半米，盯着他问道：你信不信我去找你们领导告你？吴来才有些心虚地避开刘主任的目光，硬着头皮说道：随便你，政府大门开着呢，你愿意告就去告，想找谁告就去找谁告。我还就把话撂这，你就算告到天上去，你家也不拆了，
补偿款跟你1分钱关系也没有，把路让开，别耽误我工作。刘主任不屑地笑笑，根本没把吴来才的威胁当回事。也是，人家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，怎么可能真的被一个无赖吓到？之前如果不是为了工作，面对吴来才这种人，刘主任恐怕连话都懒得说一句。卸磨杀驴是吧？这是要反悔了。告诉你，今天不答应我的条件，你就别想走。吴来才气急败坏，也是豁出去了，打算来硬的。只见他一挥手，那些聚集在他家门口的亲戚全都围了过来，大有一副要逼着刘主任答应他们条件的架势。吴来才，你想干什么？仗着人多吓唬人呢？你这样做可是犯法的，人家刘主任也只是按照政府的指示办事，你拦着人家有什么用？看到这一幕，我心里也有点发毛，但还是强装镇定走上前去，试图说服吴来才。胡德旺，你他妈少在这跟我装好人！他是不是答应拆你们几家了？凭什么不拆我家拆你们？你们是不是给他送钱了？一中午都在你家窝着，是不是商量怎么占我的便宜呢？吴来才翻着白眼，喷了我一脸唾沫星子。吴来才，你少在这装大尾巴了！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那么不要脸？你再逼逼信不信我拍你？李二牛拎着铁锹就过来了。以前不想多生是非，没办法，只能处处忍着让着。拆迁协议都已经签完了，最多3天我们就会从这里搬走，谁还会惯着他吴来才？李二牛，腰杆子硬了哈！来，我就在这站着，你拍一个试试。不拍，你都不是你妈生的。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惯了的吴来才，又怎么可能相信李二牛敢动他？指着自己的脑袋，不服气地挑衅道：“你他妈！”李二牛也是气急了，举起铁锹就要动手。冷静，别把自己搭进去，跟这种人不值得。关键时刻，刘主任一把抱住李二牛，把他拖到后边，抢过铁锹扔到一边。这事我来处理，你们不用管。刘主任冲我们摇摇头，又走到吴来才面前。吴来才，现在我就要从这条路走出去，你马上把路让开，听见没有？刘主任直接对吴来才命令道。命令我？你算个毛啊！老子今天就不让你走，你能怎么的？告诉你，不答应老子的条件，信不信你都不能囫囵个回去！吴来才喘着粗气吼道。形势逼人，他不得不这么做。把路让开，那拆迁的事就真的跟他没关系了，他一夜暴富的美梦也将彻底破灭。小王打电话就说，我现在遭受了人身威胁。吴来才，我今天就要从这里走出去，敢碰我一个指头，我发誓，保证送你们进去吃几年牢饭。敢围攻国家工作人员，我看你们是好日子过够了。刘主任吩咐了随同的工作人员一句，指着吴家那帮人说道，不怒自威。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那股子气势不是一帮乡下农民能比的。话音刚落，已经有几个吴家的亲戚开始往后退了。很显然，他们并不怀疑刘主任的话。吴来才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那是为了吃肉。可他们这帮人跟着起哄，顶多也就喝口汤。为了口汤把自己搭进去，真的值吗？吴来才，你狗日的要造反吗？就在此时，一声怒喝响起，紧接着就看到村长骑着28大杠冲了过来，来不及捏闸就撞到了吴来才二女婿的身上。村长也顾不上撞没撞上人，把自行车一扔，小跑过来，一脚就踹在了吴来才屁股上。他怎么来了？我正纳闷呢，就看到刘胜旺冲我比划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应该是刚才意识到要出事，刘胜旺就打电话通知了村长。吴来才，你个狗日的要做死事吗？刘主任是市里下来的领导，你还敢围攻人家？我看你是想去监狱啃窝头了。奶奶的，一天到晚就你们家破事最多，你想作死自己找根绳子挂房梁上，折腾你奶奶个腿啊折腾！村长一边骂一边在吴来才身上练无影腿，60多的老头了，愣是踢出了残影。也难怪他生气，要是刘主任真的在村里出点什么事，吴来才是什么下场不知道，他这个村长肯定也得跟着倒霉。一个个都没事干了是吧？老陈家的小子是吧？老钱家的外甥，我可都记住你们了。吴来才给你们灌什么猫尿了？敢跟市里来的领导作对，你们真是活够了。等这事完了着，我再挨家挨户找你们家的老人说道，赶紧麻溜给我滚蛋，再磨蹭送你们去劳改农场烧砖去。教训完了吴来才，村长又冲着吴家那帮子亲戚们一通臭骂。眨眼的功夫，刚才还誓死效忠吴来才的一帮人作鸟兽散，连他儿子女婿都跑了个干净。虽然村长的话说的有点夸张，但不可否认，在这种情况下很管用。刘主任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受惊了。你没什么事吧？化解完危机后，村长又第一时间关心起刘主任了。老狐狸，我忍不住腹诽了一句。当初要拆迁，因为只拆吴来才一家，村里捞不到什么好处，村长一直缩头不露面，每次只能刘主任自己来找吴来才谈。现在眼瞅着事情要闹大了，村长又担心牵连到自己，急匆匆赶来了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事若关己
火燎心急。没事，村长来得很及时嘛。事后我会如实向乡政府告知村长对我工作的支持的。对于这位比泥鳅还滑的村长，刘主任同样没什么好印象，明嘲暗讽地说了一句，跟我们打了声招呼就先走了。天杀的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说好的要拆又不拆了。尤喜梅眼见大势已去，坐在地上哭嚎起来。管管你这媳妇，整天跟泼妇一样，无理搅三分，得理不饶人。村长没好气地骂了一句，骑上自行车就准备走。也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，村长的自行车轮子正好从尤喜梅的脚腕上压过去。不过尤喜梅的脚腕可不是一般的粗，前轮刚压过去，村长的自行车就翻了。他奶奶的，真是碰见灾星了，一家子就没一个有人样的。村长骂骂咧咧扶起自行车，一瘸一拐推着走了。对于无来财家，我们没人关心，甚至还有些暗爽。3天的时间搬家，时间挺紧张的，谁还有空去搭理他？先去市里租一套房子，政府给的置换房都是毛坯房，还得装修，没有1年半载住不进去。至于家具，能送人的送人，能卖的就卖掉，实在舍不得的也得收拢到一起，一趟一趟往租来的房子里搬。即使这样，我们几家也是忙得脚不沾地，连觉都没怎么睡好。以无来财的尿性，自然不会消停。他家不拆了，也不会让我们痛快。于是他就开始找事了，砸玻璃撬锁，在门口扔垃圾，说风凉话，卑鄙下作的手段都用上了。我们忙着搬家，也顾不上搭理他。可人的忍耐总是有限的。无来财半夜往李二牛家门上泼狗屎，正好被企业的李二牛逮了个正着。李二牛叮当一顿乱拳，打得无来财五眼朝天，把我们几户也给吵醒了。趁着拉架的功夫，也顺带着踢了不少黑脚。彪悍的尤喜梅也是个色厉内荏的货，别看平时咋咋呼呼的，真遇着事了，除了哭也不敢干别的。最后还是警察来处理的。由于无来财泼狗屎在前，李二牛动手在后，警察也只能以普通的邻里纠纷调解，宗旨就是不抓不罚。白挨了一顿，揍得无来财愤愤不平。等警察走了以后，嘴里又开始不干不净了。这一下把我们几家刚停下的火又点着了，不由分说把无来财摁在了墙上。无来财，咱们邻居几十年，这些年你一直骑在我们脖子上，我们不是怕你，是不想穿着新鞋踩狗屎。明天我们就要走了，你别这个时候找不痛快，小心我哪天查出癌症，把你捆了扔鱼塘里。我照着无来财的脸啪啪啪扇了几个大嘴巴子，恶狠狠地说道。无来财这才意识到，这些年我们并不是真的怕他，只是不想给自己惹麻烦。修路工程的确如刘主任所说的那样，工期赶得非常紧。我们还没搬完家，施工车辆已经开进了村里。等确认我们搬完后，推土机直接就把院墙推倒了。无来财还不死心，他不敢惹我了，又开始阻碍施工。一家几口人拦在推土机前边，扬言要么拆他们家，要么就从他们身上压过去。总之我们跟村里的乡亲们告完别，离开的时候，拆迁现场已经站了不少警察。无来财一家人倒是没看到，也不知是被抓起来了，还是吓得不敢露面了。拆迁给我们5家的置换房都在一个小区，本身就是几十年的老邻居，现在进了城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来往就更密切了。每天早上一起锻炼，中午下棋，晚上喝点小酒侃大山。我们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人，对物质没有太多追求，能有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知足了，过得倒也逍遥自在。这天晚上，李二牛叫我们几个去他家喝酒，聊着聊着就聊起了村里的乡亲们。德旺，那条路通车了，要不咱们抽空回村里去看看？我开车带你们，5个人正好1辆车。李二牛忽然提议道。从村里搬出来后，这家伙就考了驾照，还买了辆小车，整天打着各种借口拉上我们几个练车。行，好久没回去了，去老油子的鱼塘吃顿鱼。我想也不想就答应了。第2天晌午，李二牛开车拉上我们一起回村里。这新修的路就是平啊，又宽敞，比以前那条路强多了。这路中间还有隔离带呢，你们知道啥叫隔离带不？我开车就喜欢走这样的路，好走。一上了刚通车的快速路，李二牛就开始喋喋不休起来。快闭嘴，好好开车吧！你这废话现在是越来越多了，才开了几天车就敢冒充老司机，再逼逼信不信我们下车？我在后座笑骂道。关键李二牛这车坐着不舒服，虽然合载5人，可5个大男人就有点小了，尤其事后排挤着3个人都得侧着身坐，不然坐不下。一路说说笑笑回了村，在老油子的鱼塘蹭了顿中午饭，又去村里跟乡亲们叙叙旧，临到傍晚才返回。这条路修好以后，原来的景象彻底变了，要不是田边种的那几棵树，我都找不出自家原来的位置了。这路修的真是方便了，以前去趟市里坐车得2个小时，现在40来分钟就到了。我忍不住感叹道。眼瞅着要上快速路了，突然车猛地一下刹住了，我们几个坐车的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李二牛撞车了。你们看那是谁？李二牛指着车窗外，有些激动地说道。
我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也都愣住了。距离路边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一处孤零零的农家院，土坯墙、破瓦房，还有一段满是裂痕的水泥路。院门前站着2个人，一男一女，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正是吴来才和尤喜梅2口子。这条新修好的快速路，仿佛一道天堑，把他们家隔绝在村子之外。又或者说，如果这片土地是汪洋大海，那么吴来才家就成了一座孤岛，四周除了农田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，看着给人一种荒凉凄惨的感觉，就像是被抛弃了一样。过去了这么久，这里变化很大，吴来才家变化更大。停车的地方离吴来才家并不远，因为路基比较高的缘故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2口子的脸，甚至能听得到他们说话。说起来，其实我们应该谢谢吴来才的，要不是他家坚持要天价补偿，这拆迁的好事也轮不到我们头上。那样，现在住在路边的就是我们几家了。唯一比吴来才强点的是，还有几户邻居能说说话，看了几眼也觉得没什么意思。至于打招呼，更没有那个念头。我正想催促李二牛开车离开，吴来才家突然闹了起来。吴来才，老娘跟着你真是瞎了眼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现在咱家都成笑话了。当初修路明明要从咱家过，你非要贪心不让拆，这下好了吧？守着块破地，这辈子也拆不了了。一天到晚这路上的车就没停过，吵得人连觉都睡不成。早上起来，路上的垃圾全都吹到院门口了。我不管，你给老娘想办法，我不想在这住了。放着城里的楼房不要，住在路边看汽车，现在去村里买袋盐都得被那帮老娘们在背后笑话我是个傻子。尤喜梅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吴来才的鼻子骂道：看来这段时间这2口子过得很糟心，少他妈怨我，当初我就是想多要点补偿款，是谁说的想多要几套房子？是谁说还要汽车的？还不是你这个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行的蠢货。要不是你撺掇我，能成现在这样吗？少要点，没准人家就答应了。你还有脸说我？死一边去，老子看见你就心烦。吴来才一把打掉尤喜梅的手，气冲冲地骂道：行啊，你吴来才长本事了，敢跟老娘瞪眼睛了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一个大老爷们整天就知道蹲在门口抽烟唉声叹气，你有什么用？要我说你就是个废物。老娘自从跟了你，好日子一天没过上，净吃苦受委屈了，你再骂我一句试试。尤喜梅也火了，揪住吴来才的衣领骂道：你他妈要造反啊？还敢跟我叫唤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是吧？去你妈的！吴来才抬手一巴掌扇在尤喜梅脸上，力道不小，我们隔着老远都听到耳光是清脆又响亮。吴来才，你狗日的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老娘跟你拼了！尤喜梅捂着脸后退了几步，不可思议地问道，下一秒就暴怒起来，低着头朝吴来才冲去。他那地雷身材可不是白长的，虽然不会爆炸，冲击力绝对在线，一头顶在吴来才肚子上。吴来才向后一仰，连着翻了2个跟头才停下来，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。这彪老娘们跟公牛顶架也能赢吧？看到这一幕，我们都惊呆了。李二牛讪讪说道：疯婆子，这些年我真是给你脸了，不过了。吴来才挣扎着爬起来，抄起铁锹就朝尤喜梅拍了过去。不过尤喜梅皮糙肉厚，这一铁锹拍在身上，除了动静大点，倒也没把他怎么样，反倒是彻底激起了他的怒火。天杀的，爱过不过，老娘早就不想跟你过了。尤喜梅再次摆出进攻姿态，低着头朝吴来才冲去。这老娘们就会这一招吗？李二牛问道。没人搭理他，我们几个都睁大了眼睛看着，毕竟这场面可不多见。吴来才这次学精了，跳到一边躲开了尤喜梅。尤喜梅没撞到吴来才，一头撞到了院墙上，咚的一声，我们几个都下意识捂住了脑门，这声音听着都疼。院墙还是很结实的，尤喜梅捂着脑袋坐在地上哀嚎起来，血都从指头缝里流了出来，看得我们也算是胆颤心惊的。死女人，撞死活该！吴来才也是嘴欠，自己老婆撞成那样，不服一把就算了，还说起了风凉话。最终结果就是再次引爆了地雷。啊！尤喜梅尖叫一声，也不知道怎么操作的，直接就从地上弹了起来，把幸灾乐祸的吴来才撞倒在地，就像是打了鸡血似的。尤喜梅压在吴来才身上，又抓又挠又咬。这个时候体重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别看吴来才是个男人，可硬是被尤喜梅压着翻不过身来，只能饱受摧残。尤喜梅手口并用，打得吴来才毫无招架之力，惨叫连连。打人了，杀人了！吴来才这个王八蛋打老婆出气了，救命啊！关键挨打的是吴来才，喊救命的却是尤喜梅。我的天，这地雷就是地雷，这也太狠了！孙有明倒吸了口凉气，也被尤喜梅的彪悍震惊到了。二牛，快快快，赶紧走，看不下去了！我们几个也是不忍直视，眼见吴来才已经被打成了血葫芦，催促李二牛赶紧开车。
至于战局如何，我们也不关心了。恶人碰到恶人，就看谁更恶了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吴来才两口子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那也是他们自找的，活该。谁叫这家人不干人事呢？这下遭报应了吧？以前咱们在的时候，这天惦记着算计咱们，现在咱们都走了，就让他们自己折腾去。回去的途中，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吴来才一家，幸灾乐祸居多，同情怜悯没有。哎，你们说这会不会是玄学啊？李二牛突然停下车问道。什么玄学？你别一惊一乍的。我不解地问道。你们想想，这两口子的名字，吴来财，有喜没？吴来财不会有财来，有喜没？有喜也得没了。这名字起的就晦气，说明老天注定他们这辈子不会来财，也不会有喜。李二牛一本正经地说道。大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听着好像确实有那么点道理。不过我更相信是人品的问题，人品好了，不贪不赖，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事。就算改名叫无灾有喜，要是人品不行，那结果也不会改变。本来这一切就是他们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天怪不得地，也埋怨不了别人，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。